证明癌细胞是不死的存在。我竟一夜之间在体内植入37种病毒，并且每天生吃蝙蝠等等，寄宿着上百种病毒的生物，甚至前往小日子收集各种高辐射的物品，肆意地摧残着自己的身体。只因不久后全球异变，野兽肆虐，全球陷入末日动乱，但身患疾病的人却惊骇地发现身体里的病毒也发生了异变，能够觉醒人无限的潜力。狂犬病觉醒者能异变为狼性野兽，眼球癌觉醒者能释放红色激光，切割万物，甚至连口腔溃疡患者都能觉醒，能从口中喷出熔岩，融化钢铁。而我上一世是个研究药物的研究员，身无疾病，沦为底层牲畜，如今重生到异变前1年，第一时间便把多种病毒植入体内。为此，我除了运用自己高超的药理知识，通过各种药物让自己的免疫力降低之外，还每天吃一些致癌的生物，甚至每天花费巨大的代价前往北极，在冰川中提取一些被冰封了上百年的病毒，带回家里细心的培养，直到异变前1个月，我才将这些病毒注入体内。短短几天，我从100斤暴瘦到80斤。为了知道我的努力是否凑巧，我去医院做了一个全身体检。陆先生，您现在身上的癌细胞已多达37种，其中还不包括一些未知的病毒。我非常遗憾地说，您的时间不多了。然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，身上种下了如此之多的病毒，觉醒后将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的存在。我来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灯红酒绿的都市，知道人类的好日子没有几天了。待到6月10号血月降临，届时一切生物都将发生异变，而人类也同样会发生病变。在如今疾病与癌症普遍低龄化和全民化的时代，80%-90%以上的人都会觉醒力量。很快时间来到异变前1晚，我站在镜子前，看着瘦成皮包骨头的躯体，全身上下传来病变的痛楚，这让我很满意。随着钟表发出沉闷的声音，6月10号已经到来，原本静谧的夜空顿时被一层红色笼罩。正当人们抬头仰望这一奇特现象的时候，殊不知人类的至暗时代已经来临。此刻我的身体发出来炒黄豆般的声音，细胞加剧分裂繁殖，强烈的痛楚直击灵魂，我的身体不自觉地佝偻起来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体快要爆炸一般。我强撑着不要让自己昏死过去，因为一旦无法承受病毒变异，那么等待我的将是死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四肢百骸的痛楚逐渐消失，明显已经完成了觉醒。此刻外界完成觉醒的人也直起了身子，疑惑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。病毒觉醒后，初次获得力量的他们并未有明显的感觉。想要运用觉醒后的力量，除了自身进行开发之外，还需要不断地完成进化。我转头望向镜子里的自己，原本干尸般的躯体竟奇迹般强壮起来，与之前对比判若两人。我来到落地窗前，一拳击碎玻璃，纵身跃下，随着砰的一声，一辆跑车被我踩成了废铁。周围的人被吓了一跳，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。我的车，老子新提的车呀！一中年大叔看着报废的新车，暴跳如雷，但我并没有时间理会他，因为危险就要来临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在血月降临后，异变的怪物就是从这里开始杀戮，他们不具备任何的理智，只有杀戮的本能。不过我此刻站出来，并不是要当什么末世英雄，而是为了得到怪物们身上寄宿的病原光团，这是觉醒者进化的必需品。那是什么？是怪物吗？随着一声尖叫，我从思绪中回到现实，只见不远处一泰迪狗正大声的嘶吼，它的体型比平时增大数倍，通体毛发如钢针般耸立，猩红的眼睛以及尖锐的獠牙，宛如被激怒的狮子。而泰迪的女主人前1分钟还叫着它乖儿子，此刻却被它锋利的爪子贯穿身体，鲜血溅飞数米之远。想到上一世，我就是和这女主人一样的死法，我的眼神中尽是杀意。泰迪怪物感受到我的敌意，顿时咆哮着向我冲来，我也一个箭步向它急冲而去。周围的人在逃命的同时，下意识地回头望向我，他们都一致地认定这个年轻人肯定不要命。面对看起来比狮子还凶猛的泰迪怪物，居然还敢迎身上前。随着砰的一声，空中烟尘四起，待尘埃落定，只见一年轻人面无表情地站在摇曳的风中。刚才气势汹汹的泰迪怪物，此刻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胸口处冒烟的大洞正流着猩红的血液。之前逃命的人群无不停下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。其实不只是他们惊讶，我也深感疑惑。在泰迪怪物的利爪即将划破我脖子的一刻，我本能挥避的同时，竭尽全力挥动另一个拳头袭击他的胸口，身体的力量仿佛都汇聚到拳头上，将泰迪狗的胸口贯穿。虽然早已知晓觉醒后会得到强悍的力量，但刚才瞬间爆发出来的恐怖力量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此时一束绿光从泰迪怪物的体内缓缓升起，汇聚成一个光球，这便是能使觉醒者强化的病原光团。我用手轻轻一握，光团散成斑点融入体内，带来一股微弱的暖流。刚才阻挡怪物受伤的手臂不仅奇迹般复原，还能随着意念变换成各种形态，这是细胞变异后的体系展现。无论是刀枪还是护盾，还是覆盖全身的铠甲，都只是我一个念头的功夫而已。操纵好这股力量，也就具备在末世生存下去的资本。但是现在这一点病原光团还不足以强化觉醒后的细胞。我把目光转向由刚才打斗动静引来的变异怪物们身上，双腿蓄力，轰然一声直冲天空，身体爆发出无数尖锐的钢刺。在场的所有人看着这一幕，无不张大了嘴巴。眼前发生的场面只有在科幻片里看到过，但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了。短短几十秒，整条街的怪物被我屠戮殆尽。但我现在没时间享受他们的赞叹与欢呼，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：入侵并掌控地下实验室以及复仇。此刻，网上的各大论坛和视频网站都彻底炸锅，许多人争相发布视频，网络上的言论发酵愈加严重，越来越诡异的情形都开始出现。没有影子的幽灵鬼屋，见人就咬的丧尸，全球的重症病房，一切都成为恐惧的根源。许多人也在绝望的处境中激发了自身所觉醒的力量。注意到了这一情况的官方组织紧急发布了模棱两可的公告。根据我的记忆，官
官方想要大致稳定局势，并收拢部分觉醒者组成专属超凡部门。我已经看到许多觉醒的力量的人开始制造混乱，原本繁华的街道上已经满是火光，女人与孩子的哭喊声不绝于耳，世界变成无序者的乐园。当秩序崩溃时，就会展现出人性本恶的一面。看着眼前的一幕幕，让我想起前世自己被欺辱时的场景，心中的怒火在胸中燃烧。如今获得强悍的能力，报仇就不能隔夜。循着记忆，我很快来到了一家名叫金色歌声的 KTV。原本夜夜笙歌的歌厅大门紧闭，门口处的保安发出诡异的声音，眼神失去了生命的色彩。在看到我接近时，他们像是激发了某种本能，如野兽般迅速踢出一脚，黑影掠过丧尸保安的头颅，西瓜碎裂一地。在病毒觉醒后，无法承受住变异的人将会被病毒反噬，成为诡异或丧尸。此时 KTV 地下室里上百人再次聚集，一个个脸上带着惊恐神色，直到现在他们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坐在地下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，他手臂的关节处有雪白的骨头刺出，形成弯刀形状，并且能够随着意念伸缩。男人忍不住大笑出声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有了这份力量，我以后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？就在这时，地下室的铁门被暴力打开，还不等众人反应，一道黑色的触手物体便从黑暗中袭来，瞬间便将在场的渣子覆灭。而此时网络上关于我的战斗视频也引起了广泛热议，流畅的杀戮手法以及神秘的物体，无一不在触动着众人的心脏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官方的一些人也注意到了我的存在，开始展开了调查。回到家后，天已经蒙蒙亮。此时我发现自己囤积的物品用不上，因为我惊奇地发现，身体变异后所延伸出的触手竟可以稀释血肉，不仅能够用来提升自己的状态，还能够复合尸体生前拥有的部分力量，这很符合黑光病毒的设定。至于其他异变的力量，估计还需再以实战挖掘。不过我肺部似乎也发生了变异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有一团剧烈的能量在其中蕴藏，一旦释放必定威慑八方。看来我还需要尽可能收集更多的病体光源来开发身上的能力。我决定稍稍休整后，去那神秘的地下生物实验室走上一遭，也许会有不错的收获。夜幕很快降临，我呼出一口浊气，从10几层楼一跃而下，一个借力转体踏向楼顶，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地下生物实验室所在的地方。这是某个国外科学家在此地建立的，研究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物。我曾几次想要潜入其中，哪怕是以药物研究员的身份寻求便利，也没能成功进入。但现在我拥有能够吞噬复刻的力量，也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力量凝实，将自己打造成真正食物链顶端的存在。